Hello， 大家好，我之前不是出了一个 MV 故事线预测吗？昨天看完 MV 发现完全猜错了，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子瑜是一个白切黑的角色，但故事呢又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 MV 故事线的深度解析。提前声明，由于艺术鉴赏带着明显的个人色彩，我仅代表一种想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首先我们看到开头的一幕是卧室的全景，仔细看可以发现床上有2个人，是子瑜在爱抚着熟睡中的恋人。这明明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啊，但导演却用了一个非常阴冷的色调，营造了一种恐怖故事的氛围感。那么再配合子瑜这里的吟唱，大家就能发现故事一定不简单。 OK， 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几个镜头是子瑜在包扎，而且是反复包扎，还有男生在发癫，所以大家这里就应该可以猜到是子瑜做了什么让男生陷入到了这种挣扎的幻觉当中。接着我们看到子瑜走到窗边，把窗帘又拉了一下，代表着与外面世界的隔绝。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你了。到这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果然导演没有让观众失望，配合着有节奏的鼓点呢，这一幕看起来就非常带感。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非常不满，为什么 JYP 一定要在 MV 里插进来一个男的？但是我们接着看下去就会发现，这段和大家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刚才这个场景虽然是暖黄色的色调，子瑜的服饰呢也是类似于毛织这种感觉，看起来在一个很温馨的房间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歌词，在讲什么呢？你掉进我的陷阱就无路可退了，你是心甘情愿的沉沦于我，对吧？所以你准备好了吗？这里的温暖其实是子瑜营造出来的假象，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男生。刚才的整个过程虽然是男生在看子瑜这样一个视角，但是子瑜的眼神中呢，没有南宁下的无辜和谄媚，反而充满了凉薄和戏谑。而且2个人的活动一直是由子瑜在主导。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子瑜拉起男生的手，后面的镜头也是子瑜伸出手在邀请，所以这里就不是一对恋人的相处，而是子瑜在引诱男生进入到他的陷阱里面。接着子瑜拉着男生向前奔跑，场景的最后呢，镜头还是男生的视角，越拉越远，同时画面开始出现光斑，是不是就很像男生被某种神秘力量吸走了？说明男生已经掉进子瑜的陷阱里。这一段呢也有给到男生无名指的特写，证明子瑜之前一定不是简单的包扎，而像是给男生涂上了某种药剂。再结合前面部分一闪而过男生发癫的镜头，我们猜测应该是某些致幻的药剂。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 MV 其实是倒叙，这才是故事的开始？男生受到诱惑，被子瑜涂上致幻的魔药，永远的留在了子瑜身边。进入到副歌，我们看到子瑜穿着红衣在街头不停地奔跑，子瑜呢跑到一个永长的隧道里，世界开始崩塌，子瑜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异世空间里。接着黑衣子瑜登场，空间呢开始坍塌覆灭，子瑜被灰烬包裹消失。
在切回到现实世界里，子瑜就已经完全是冰冷的眼神了。所以刚才出现的那段黑衣子瑜，其实是他正在黑化的内心。红衣和黑衣的切换呢，代表着子瑜的挣扎。随着内心世界的崩塌，过去的子瑜也已经被吞噬，现在是全新的子瑜。我们就发现了导演还在倒叙，这里子瑜刚刚完成转变，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转变后。那么子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 No turning back, 내 모든 걸 찾게 받을 준비된 거지. 아무도 못 본 날 이제 너는 볼 거야. So hold on tight. 하지만 before I give you my all, 마지막 으로 모르게. 刚才我们看到画面中闪过了好多镜头，出现了许多从前没有出现的场景，很多场景中的子瑜是非常开心的，这就说明这肯定不是现在的子瑜，而是过去的子瑜。而我们再仔细看这几个场景，很明显也是男友视角，这里是不是就很像男生和子瑜相识的过程？接着我们看到 MV 中有这样几个镜头，男生开车找到子瑜说了什么并拥抱了子瑜，这里子瑜明显是很呆滞的，所以到这里故事线就很清晰了，这才是故事的开始。在一场宴会上，子瑜和男生相识相恋，他们曾经度过了快乐的时光。有一天，男生和子瑜说了分手，子瑜无法接受，奔走在街上想要甩掉内心的悲伤。在不断的挣扎和纠结之后，一个新的子瑜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也开始了。子瑜约男生再一次见面，而这一次，男生永远的留在了子瑜身边。刚开始男生会有挣扎，会痛苦，但是子瑜日复一日的给男生换药，像提线木偶一样掌控着男生。在结尾的这一幕，男生像一只毫无生机的小狗附在子瑜的膝盖上，子瑜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再回看第一幕中出现这样一行字，所有展开的情境都可以发生在一个梦境中，一切取决于你如何做梦。歌词中也频繁出现，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爱，为你准备的交响乐，一个疯批美人的形象就非常立体了。与其说是被爱所伤，我更愿意理解为子瑜就是在演绎一个极端的人格，一个浪漫的疯子。所以 Run Away 根本就不是子瑜要逃跑，而是要对故事中的男生说，快逃走吧，趁为时未晚，我会给你机会 Run Away， 但是命运注定了你会哀求着进入到我为你编织的爱情梦境里。到这里，这个故事，这首歌，再配上这张伟大的脸，我真的觉得这就是2024年 K-pop 最伟大的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整个 MV 的解析啦。接着我还想说一些题外话，我看到有好多人说子瑜这次 solo 又唤起了大家追 K-pop 的初心和热情，一方面是因为子瑜这个人作为 K-pop 成员的一些个人魅力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作品在音乐性、故事性上都有在用心的呈现。歌曲没有迎合短视频做一些洗脑念经， MV 呢也不是几个不知所云的澎湃场景堆叠在一起。子瑜在回归前一天的发布会上说，看到前辈的 solo 舞台萌生了 solo 的想法，并且想要呈现一个反转魅力的形象。现在我想说，子瑜啊，你真的做到了，请享受接下来的 solo 活动吧，我们会一直爱你的。OK，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请多多点赞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努力作答。